就那么喜欢陶然，为了他跳楼逃跑。我倒是小瞧了你，如你所愿。这是离婚证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被毒射5年，我顾晚舟终于回来了。这穿越女也太蠢了，放着傅斯年这样的极品男人不要，竟然为了一个渣男跳楼摔死，让我堂堂上京第一贵女沦为笑柄，可谓是一手好牌，打得稀烂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他蠢，我才能重新掌管这具身体。我顾晚舟竟然顶着这张恶心的脸活了5年，本小姐的那些小跟班不得笑死我啊！这穿越女什么审美啊！还是这件勉强可以。顾小姐，该出发了。顾小，叫我夫人。他的腿是为了救我而毁，当时的惨烈，我隐在穿越女的灵魂中看得清清楚楚，而我抛弃了他。快走！傅斯年，我护着吧，顾晚舟。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妻。就这么简单？他人还挺好的。傅斯年，欠我的我要讨回来，我欠的也会加倍奉还。你的腿我一定会治好的。我不用你加倍。顾小姐欠我22567万3222块。保养结。2019年4月15日，顾小姐送给陶然一张100万额度的黑卡，一株红珊瑚，一幅山水画。2019年4月20日，顾小姐给陶然转账200万，给他送去奔驰1辆，顶级红木家具一套。2019年4月22日，顾小姐给陶然买衣服，花费12万7千块，送给他一块100万手表。2019年4月，天，4月份过不去了是吧？我自己看。这穿越女真是败家，拿傅斯年2个亿养野男人。更正一下，您共欠副总22567万3222块8毛3分。
8毛3分。你是个会计吧？记这么清楚。谢谢夸奖。傅4年，这钱我今天就还你。你都靠副总养着，拿什么还？顾小姐，陶然在门口等您呢。来得正好。傅总，顾小姐今日特意打扮的漂亮，原来是和陶先生约好了啊。刚和您离婚就见情人，也太迫不及待了。原来这就是穿越女痴恋的男人，眼光真差。哼，顾晚舟为了勾引我打扮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不过看在你有心的份上，我今晚可以给你个机会当我的情妇，但我有3个条件：一，你给我买套别墅；二，给我和我妹妹各配一辆100万的车；三，每个月给我200万零花钱。我倒是第一次见软饭硬吃还这么嚣张的。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侮辱我。陶然，我不止养了你，还养了你全家整整5年。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，就算是养条狗，也该学会对我摇尾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几次设计我当众出丑，诱导我伤害身体骗顾父2家的钱，现在我身败名裂，被顾家抛弃，也成为了傅家的下堂妇，你就准备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，拿走我所有的钱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顾晚舟，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，仗着自己是名门千金有几个臭钱就高高在上，骄纵傲慢，我永远不会喜欢你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之前的顾晚舟听到你这么说，一定会伤心欲绝，哭着求你的原谅，顺便答应你所有的要求。可惜现在我要让你还钱。顾晚舟，欲擒故纵也要适可而止，钱不过身外之物，你以为我会稀罕？之前是你硬塞给我，我才勉强拿着，我等着你后悔求饶。唉，看来还是先还傅4年的钱再讨债比较好。5年了，少云斋竟发展的这么好，还好当时低调，穿越女不知道这是我的产业，不然一定会被霍霍的不成样子。这不是上京第一痴女吗？见了我们还不赶紧问好？处理穿越女留下的烂摊子，任重而道远啊！曾经的小跟班都敢和我这么说话了。你对我们于姐什么态度？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上京第一大小姐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是顾家继承人，裴家的少奶奶，坐拥上京2大顶级豪门，尊称为声大小姐，是抬举你们。你今天吃错药了，平时唯唯诺诺的劲儿呢，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傅总和你离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上京，你早就跌落神坛了。现在的你也只能站在外面，羡慕地看着我们进入这上云斋。这5年来，我可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让你处处针对我？你竟然认为自己没错，你不知廉耻，损伤了全体上京贵女的颜面，自然也是损伤了我的颜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确认一下，既然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再无理，我就不会让着你了。让着我？你也配？恐怕你现在连进入上云斋消费的资格都没有。上云斋可是上京最顶级的酒楼，我们于姐是这里的 VIP。大小姐，王经理，你可看好了，这个人啊，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的，你可小心被人吃了白食。王经理，好久不见。大小姐，上云斋足足盼了5年，您可算来了。王经理，他的钱都花在了野男人身上，你这么热情，与其浪费在一个穷鬼身上，不如用来招待我们这些贵客。大小姐，这3人打扰到您了吗？要不要把他们请出去？不必了，毕竟他们消费的钱可都是进了我的口袋。是，老板。老板？你竟然是上云斋的老板？我有事情吩咐你。是，您这边请。站住！你还不知道傅4年已经有新女友了，以后后悔了也不要妄想吃回头草，人家傅总马上就要另娶了。
你看什么？5年前我就说过，粉色不怎么衬你。要你管？你就是个叛徒！走吧。您这边请。老板，这是上云斋5年来的全部收益，您一直没来，我就按季度帮您存成支票了，一共5个亿。这些应该够还给傅斯年了吧？副总？您是说傅氏集团的副总？你们有交集？上云斋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，多亏了副总的提携呀。我看上的男人果然不错。顾小姐，我已经帮您收拾好东西，您可以离开了。谁说我要走了？您和副总结婚5年，日日辱骂副总，绝食跳楼也要离开傅家。现在副总和您离婚了，您应该高兴才是。我要见傅斯年。副总出差了，1周后才能回来，您请自便。陶然利用穿越女多次把爸妈气得心脏病发作，我要是现在回去，恐怕他们会被我气死。唉，想挽回名声，还是要和傅斯年合作。副总，这份文件您3个小时前已经审批过了。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副总，我们该去机场了。他应该已经走了吧？副总，您做事向来干净利落，怎么一到顾小姐身上就畏手畏脚的？您要是真舍不得，何必和她离婚？直接把她关起来最好。他洒脱自由，就应该翱翔9天。我怎么舍得把他捆在身边？就凭顾晚舟对您的厌恶，恐怕早就跑了。我们走吧。算了，傅斯年能容忍我5年，也是仁至义尽了。他估计是烦透我了吧？副总，您再拖下去，真的赶不上飞机了。啊？顾小姐竟然还没走，她不是最厌恶副总的吗？傅斯年，你没出差啊？顾小姐还有事吗？哦，我还你钱。钱我收下，顾小姐可以走了。我不走。傅斯年，我饿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顾小姐自重。副总，您的腿刚刚康复，还是让属下来吧。无妨。通知杜医生过来。顾小姐3天未进食，是饿晕了。陆医生说，您的腿今晚最后针灸1次就能痊愈，这个消息要公布吗？毕竟傅家那些旁系没少利用您的腿伤兴风作浪。傅斯年，欠我的我要讨回来，我欠的也会加倍奉还。先不用。先不用。是。吴小雨，你最好有正事。我是好心提醒你，陶然不怀好意，你今晚千万别来夜色酒吧。陶然？顾晚舟，我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吃醋，我对小美只是逢场作戏，对你才是认真的。我在夜色酒吧，你过来一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爱你。
顾晚舟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你要是来了，我真的看不起你。副总，顾小姐离开了。出去。我不走。傅斯年，小骗子。各位，顾晚舟马上就到了，竞拍开始。我出100万。好歹是当初的上京大小姐，你小子才出区区100万，我出500万，我出1000万，1000万我玩大小姐也值了。那咱们就先说好，第一次我先上，你们按照价格排序。放心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一群酒囊饭袋，连豪门的边都沾不上，就敢在这里找存在感。于姐，我们干嘛要参加这种聚会啊？这些人哪配得上跟您玩一起？顾晚舟那么讨厌，我自然是要看到他下场凄惨的样子。那您给他通风报信干什么？顾晚舟，你要是敢来，我……还是陶少爷有本事。我一句话，顾晚舟哪敢不来？顾晚舟，过来给本少爷倒酒。我操！顾晚舟竟然真的给陶然倒酒，把他喝了，今天的事我就既往不咎。你还真是一点都不遮掩啊！哎，于姐，于姐，混蛋，都说不让你来了，你赶紧走！我是我家大小姐，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。既然吴大小姐这么主动，那咱们今天正好享用一对美牙。哎呀，我的人你也敢碰？你们很不错，一群宵小也能惹怒我顾晚舟。在场的所有家族，10分钟之内跪在吴家门前磕头谢罪，否则破产清算。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父辈，我顾晚舟是何人。快走！小姐，于姐，带她回家。顾晚舟，你敢打我，这件事没完！陶然，你真的很恶心。5年了，我眼睁睁看着你恶心的嘴脸被人操控着身体，任你作贱辱骂，这种滋味让我恨不得立马提刀杀了你。你准备好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吗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来这干什么？这家夜店是副总的产业，我现在按照聚众淫乱罪举报你，带走。顾晚舟，救我！我不能坐牢了。顾小姐有任何疑问可以去问副总。8岁以后就没有动过杀仙了，刚刚差点破戒，要是让师傅知道了，恐怕会立刻把我带回山上。我当年的眼光真不错，看上了全上京最帅的男人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h,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
昨天我霸王硬上弓了。昨天我霸王硬上弓了。我当年的眼光真不错，看上了全上京最帅的男人。傅思年，乖一点，我疼你。还装睡？昨天晚上我……没想到你为了他能做到这种份上。你想要的我已经办到了，顾小姐可以放心了。啊？什么叫我想要的？他怎么又生气了？难道我昨天真的霸王硬上弓了？对一个双腿受伤的人做这种事，真是罪过呀！顾小姐，副总吩咐我送您回顾家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回去了？顾小姐，不要再戏耍副总了。陶然已经被放回了陶家，您不必再担心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放他了？您不要再演戏了。上次您这么说的时候，把副总推进了泳池；上上次您这么说的时候，往副总的饭菜中加了3瓶芥末；上次……我知道错了。看来想要扭转我在傅思年心中的形象，还得慢慢来。残废了还这么大劲。哎呀！总裁，夫人闯进了安保部，要参加挑战赛。胡闹！你们，我要了。小女娃娃，哥哥们没空陪你过家家，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小心屁股开花。我顾晚舟要用的保镖必须是最好的，能让我们臣服的只有强者。夫人，这可是挑战台。老子不打无名之辈。你叫什么？顾晚舟。宁老二，这是夫人。挑战开始，无身份，这是副总立下的规矩。副总，您要是再不来，夫人可就满脸开花了。我可不会让着女人。刚刚是我轻敌了。你们一起上。太慢了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下盘不稳。这招是这么用的。永远不要把后背暴露给别人。我没得罪过夫人吧？你们可服？傅思年，你的保镖太弱了，
借我几天，我替你调教调教。明明是您太凶残了，这几位可是世界顶级保镖。我等愿意承服顾小姐。他们已经是你的人了。嗯，你就是上京唯一的金牌律师马律。见过夫人。傅斯年，他也借给我。哇，简直就是女战神，和副总的关系不一般呢。哇，好帅！86，太帅了！本小姐的新偶像，谁也不要跟我抢！就算看不清脸，也是个大美人。快发位置，本少爷要去见大美人。你敢玷污我的偶像，我一定追杀你！手手八旗大少爷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1分钟，我要知道女战神的全部信息。他好熟悉啊，有点像顾晚舟。一定是看错了。那个女人是耻辱，以后不要再提她了。副总，顾小姐是去找陶然。备车。是。哥，顾晚舟肯定是来给咱们送礼物的，外面好几辆车呢，那得多少好东西啊！傅斯年和他离婚了，他当然要死死扒着我了。等我们把他的钱榨干净了，就把他给卖了，他那张狐媚脸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哼哼，我故意让他化丑妆，就是为了让傅斯年没兴趣碰他。他还是个处女呢，今天我先玩玩他，再把他卖了。上京对他感兴趣的人可不少呢。顾晚舟那个蠢的，以死相逼，让顾家那2个老不死的认嫣然当了干女儿。等顾晚舟身败名裂，成了过街老鼠，嫣然就能取代她嫁给傅斯年。到时候这顾傅两家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一定会得到思年哥哥的心的。顾晚舟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再接受你的钱，立马从我的家里滚出去。还真是蛇鼠一窝呀！我顾晚舟的东西也是你们这些臭臭能惦记的。顾晚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来要账的。要什么账？我顾晚舟的东西，任何人都不能染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能要回去不成？立刻盘查这房子里所有东西，属于傅家的全部带走，每个房间都不要放过，一个不留。是。顾晚舟，你若是敢让他们动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娶你的。我感谢你的不娶之恩，动手。是。等等，这是我家的。上边去。混蛋，还给我，这是我的首饰。顾晚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以为这么做我就会喜欢你吗？快让他们住手！我顾晚舟的东西，你们就算吃下去，也得给我吐出来。晚舟，我家的东西你没权利拿走，我要告你私闯民宅。整个上京谁不知道，这些东西都是我送给你们的，我都要看看警察会不会判你们把花出去的部分都还回来。你送给我儿子就是我儿子的了，警察才不会相信你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夫人和傅总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作为夫人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我们傅家有权利追回。婚内出轨，要不要这么直白？还请陶先生把我家夫人给你的黑卡还回来。
顾晚舟自愿送给我的东西，我不会还的。我家夫人给你转钱，从没有标注为自愿赠送或礼物，我们可以依法定性为借款，不只是黑卡。我家夫人所有转账，包括陶先生已经花出去的部分，都要全部还回来。顾晚舟，你就看着你手下的人故意找我茬。我们律师一般不找茬，一般直接起诉。交出黑卡，签了这张欠条，不然等着坐牢吧。顾晚舟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你站住！你们要是敢搬走花瓶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要是闹出人命，你们也得坐牢。那就不搬了。这个花瓶可值不少钱呢，够我撑到顾晚舟服软的那天了。砸了！顾晚舟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砸点用我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，有你插嘴的余地？你还挺把自己当回事儿的。你自以为的厌恶，我毫不在乎。就如同你的宝贝花瓶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你，怎么想知绝户？你还不够格。顾晚舟，欲擒故纵也要有个限度。你真的惹怒我了。陶然，你的美梦也该醒了。顾小姐，从无耻渣男手中收回来的东西怎么处理？拿去卖了。垃圾碰过的东西，我嫌脏。得嘞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顾小姐，顾家到了。这些年穿越女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伤了爸妈的心吧？顾小姐，该下车了。帮我给傅4年带句话，不管他信不信，昨晚我不是为了陶然才和他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会带到的。帮我一个忙。混账东西！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娶我女儿。这个可是你们的宝贝女儿送给我的礼物，还是她穿过的。这件事要是让上京的人知道了，你们还有脸见人吗？你不要脸！你女儿送穿过的丝袜给男人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你想要什么？让我当顾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我可以考虑把这东西珍藏起来，不然我可就要放在上京博物馆了。你想得美！你想得美！顾晚舟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送丝袜给男人的风流韵事若是传开，恐怕连顾家的股市都会大跌。你怎么证明这条丝袜是我的？这是你亲手送给我的，还想抵赖？我这倒是有个证人，想让你见一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陶然是我的嫖客，这条丝袜是我的。你他妈在胡说什么呢？陶然，顾小姐举报你嫖娼以及敲诈勒索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陶然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低级，随便想想就能猜到。顾晚舟，给我等着！妈，爸，女儿不孝。我没你这个女儿，你赶紧走，我们顾家没有你这么不知羞的女儿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再为了陶然败坏顾家的声誉。你还在撒谎！
你和思年离婚的事儿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你还想骗我们？这次回来，你想要什么？要钱，还是我给你爸的命？你敢说你和思年没有离婚？滚出去！我们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爸妈，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让你们看到我的改变的。除非你和思年复婚，不然不要再登门。送客。小姐，请吧。不管他信不信，我并不是为了陶然才和他在一起，这是顾小姐原话。而且顾小姐把陶然送进了监狱，他的骗术真是越来越好了，连你都骗过去了。以后他的事情不用跟我汇报。是。副总，顾小姐非赖在客厅不走，说要见你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傅思年，我们复婚吧。顾晚舟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？你上次说要跟我好好过日子时，半夜就把一个丑婆送到我床上，这次又要干什么？这穿越女还真能惹事儿。那次我疯了，我保证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我们复婚吧。那这种程度也可以吗？这样都不行，谈什么复婚？觉都睡过了，我怕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跟你复婚。你凭什么认为我傅思年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因为我不跟你复婚的话，我爸妈就不让我回家。顾晚舟，你跟我离婚是为了陶然，现在跟我复婚是因为你爸妈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出去！我滚出去！傅思年，欧阳康，副总，我马上就要复婚了。您刚把人气走，所以啊，你跟过去护他安全。是。顾晚舟，这么晚了叫我出来干什么？吴小雨，你不是有很多男朋友吗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想请教你一下，你都是怎么平衡这么多男人的？为什么我连一个都哄不好？哎呀，就你这酒量，还敢这么喝？你说他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床都上了，怎么就是不认账呢？他为什么就是不跟我复婚？为什么混蛋渣男？这是在干什么？被渣男劈腿了，丢人！你不要拉着我一起。我委屈，要骂你当面骂去。可是他让我滚。堂堂顾晚舟，还有你搞不定的时候。那我来帮你吧。我还要就壮怂人胆，去吧。副总不好了，顾晚舟出事了。任务就交给你了啊，我先走了。起来！混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复婚？昨天你抱我的时候怎么不让我滚？亲我的时候怎么不让我滚？你昨天跟我上床的时候你怎么不……闭嘴！
顾晚舟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选择要留在我身边的。你心里要是装着其他野男人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呀？傅斯年，我们复婚吧！复婚吧！傅斯年，跟我复婚吧！复婚！复婚吧，傅斯年！复婚吧！傅斯年！傅斯年，你跟我复婚吧！傅斯年，你就跟我复婚吧，复婚吧！我堂堂顾晚舟，奇耻大辱！顾小姐，该吃饭了。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啊！难道是我昨天晚上做春梦，给自己啃了一口？待会儿冲出去就说有事，然后就跑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再来傅家了。饭我就不吃了，我先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离婚了就不能复婚吗？顾小姐请自重。原来是顾小姐自作多情了呀。我们思年向来做事果决，做好决定的事万万不会反悔。叶小姐，我同你没那么熟，你应该管我叫傅先生。我从小陪着你长大，在你眼里我们竟然是不熟。欧阳康，送客。叶小姐，顾小姐，请吧。我和傅伯母还约好了逛街，那我下次再来看你。编号007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007，这是在叫我，还是在叫穿越女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好不容易让傅思年放弃顾晚舟，和他离婚，你又回来干什么呀？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个机会嫁给陶然，让他彻底对你死心，然后我再趁机嫁给傅思年，夺走男女主的气运。叶澜依和穿越女是一伙的，气运是什么？男女主指的是我和傅思年吗？顾晚舟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只是觉得傅思年还没有放弃顾晚舟，想要哄骗他，让他放下戒心，然后再背叛他。这样做也行。不愧是 S 级男主呀！我多次改变他们相遇的剧情，可最后男主还是无法自拔地爱上女主。哎，你找个机会一定要怀上陶然的孩子。随即我就能夺走这个世界的气运，成神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。顾小姐，副总吩咐我送您回去。嗯。副总只吩咐我送顾小姐。
那我呢？叶小姐，请自便，请。该死的！顾晚舟，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，你不配来这里。不是我家，难道是你家？你是忘了吗？你已经被逐出顾家了，爸妈已经认了我做干女儿，我就是唯一的顾家大小姐，未来我就是顾家的继承人，就连思年哥哥也是我的。你爸爸叫的真顺口啊！你不过就是命好，有个好出身罢了。我陶嫣然哪一点比你差？凭什么荣华富贵跟豪门老公都是你的呀？我就是要跟你抢，我要拿走你的一切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陶嫣然，你别忘了，若不是我以死相逼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这家的门。那又怎么了？爸妈现在对你已经彻底失望了，而我靠我的努力得到了他们的喜爱，现在在他们眼里，我就像他们的亲生女儿一样。等我到时候见了思年哥哥，他就会知道我比你好100倍1000倍，他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哼，是吗？爸妈，爸妈，我拦下晚舟是为了怕你们伤心。陶小姐，你不要乱叫，我们只是把你当晚舟的玩伴，才让你进家门的。你们不是答应要认我做干女儿了吗？怎能反悔？顾家出尔反尔，恐怕传出去不太好吧？这事儿谁能来作证？你们陶家对我女儿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你们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们也心知肚明。之所以放任你们，不代表我们不会追究。顾家的继承人只有顾晚舟。凭什么？他就会给顾家抹黑。他把你们几次都气出心脏病来了，就因为他有血缘关系，你们就要把顾家给他？晚舟是我们的女儿，顾家不给他给谁？你们应该把顾家给我的。如果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一定会做得比顾晚舟更好，我一定会成为你们的骄傲。等我和思年哥哥在一起了，我会对他很好。等我继承了顾家产业，我也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。你们应该把顾家给我的。我看你是魔怔了。陶小姐，要不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吧。我没病。顾晚舟，我说过什么？你说不跟思年复婚，我就不用回家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爸，没办法，思年他不同意。思年是个好孩子，连他都不愿意原谅你，足以说明你有多过分。真的没有机会了？你凭什么认为我傅思年可以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你把我当什么？顾晚舟，你跟我离婚是为了陶然，现在跟我复婚是因为你爸妈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出去！我还是第一次见他那么生气。没有机会了。他连思年哥哥都留不下，你们要是把我送去傅家，思年哥哥看到我肯定会很喜欢我的。你看你招来的都是什么人？来人，送陶小姐回家。陶小姐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是顾家大小姐，我哪里都不去。你也走，一日不和思年复婚，就一日别回来。爸妈，思年，快进来。思年哥哥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是来接晚舟回去复婚的。为什么你们都要顾晚舟？你不能跟他复婚，你是要跟我结婚的。别破坏我家小姐和顾爷的感情，走。放开我！为什么突然跟我复婚？你已经没有反悔的机会了。一旦我和他复婚，那叶澜依的计划就落空了吧？我中午还有个宴会，就不跟你吃饭了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回见，傅太太。
这种感觉还挺好的。无论这个叶澜依是人还是鬼，还是神，只要别来破坏我和傅斯年的感情就好了。帮我调查一个人，叶澜依。他见了谁，做了什么，你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。顾晚舟，今天傅斯年的二叔召开宴会，叶澜依趁虚而入，逼傅斯年娶她。你再不来，老公就没了。我这次可真的是好心，来不来随你。果真是麻烦。傅斯年，你为了个女人毁了双腿，让整个傅家都沦为了笑柄。这件事儿我和股东们商量了，就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但是傅家不能让你这样一个残废来掌权。什么意思？今天股东们都在，只要你退位让贤，一切都好说。否则这海天项目的10亿资金我们可就不管了。不需要你们管。哼，距离开始还有30分钟，我看你一个瘸子怎么凑够这笔钱。思年，只要你同意和我订婚，我们叶家可以帮你筹款。哼，只有叶家恐怕是凑不够啊。上京10大豪门除了顾傅2家，其他都与我叶家有深度合作，只要我肯开口，他们肯定会答应。兰依开口，我们林家自然会帮。兰依的为人，我们王家也信得过。顾文舟，再不来，你老公就真的没了。傅斯年，你这是准备当一个吃女人软饭的小白脸呢？就凭你那张老脸，想吃软饭，恐怕有点困难吧？这没有你这个荡妇说话的份儿。你舌头不想要直说，抽他。你真打呀！傅斯年，本来还想放你一马，看样子你是不需要了。我太太轮不到你来说3道4。顾晚舟，你可算来了。顾晚舟，你害得傅斯年双腿残疾，还绿了他，让他成为上京的笑柄。他如今所有的危难都是因你而起，你到底还要害他到什么地步？现在只有我能帮他。我顾晚舟的老公还用不着别人帮忙。副总，人已经到了。暂停。是。顾晚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你们顾家已经钱财两空，现在也就只有我能帮他。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下台不成？叶澜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连连奇怕不是疯了？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筹到10个亿的。10个亿？你们给多少？顾晚舟，没有人会帮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。我叶澜依在上京苦心经营多年，才有了如今的人脉。你一句话就想让这些继承者们投资10个亿，他们是白痴吗？我家吴小雨出2个亿，我们就只有这么多了。谢谢你，吴丫头。吴小雨永远追随大小姐。齐家玉狂云出1个亿，马家马天骄出价5000万，林家林周周出1个亿，王家钱长虎出1个亿，还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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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！恭迎大小姐回归！我平时给你们多少好处，你们凭什么要帮顾晚舟？叶澜依，你做的再多，也只会是叶澜依，而我是他们必须臣服的大小姐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叶澜依，你永远不会明白大小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你一辈子无法替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15年前上京爆发动乱，是年仅8岁的大小姐带我们冲出一条生路，如果不是她，上京所有豪门的年轻一代早就死绝了。哼，为什么？你叶家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，不知道我们豪门之间的事儿很正常。傅伯父和傅伯母早就已经同意我和傅斯年的婚约，就算你们都帮着顾晚舟，
那你们还能掺和傅家的家事吗？大小姐，你还是放弃吧。傅斯年真的被你害得够惨了。傅斯年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再纠缠下去只会更丢人。没错，我们都看到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到时候我和傅斯年的大喜之日，一定会邀请你们前来见证。我们说的不是你。实在不行，我把我哥介绍给你。我哥哥也行啊，1.85米，8块腹肌，还会做饭，你肯定喜欢。我同婉州的关系很好，就不劳各位操心了。本少爷这辈子就2个偶像，一个是顾婉州，一个就是女战神。我实在不想看到你们2个人争男人的场面。你们说的女战神，不会就是挑战刀疤盟的人吧？对啊，大小姐，你也看过那个视频吗？是不是特别帅啊？那可是刀疤盟前5的雇佣兵啊！他不但能轻松取胜，还能指出对面破绽。我可听说那几个人都等着拜女战神为师呢。傅斯年，我们几个敬你服你，但你不能脚踏2只船，你必须给大小姐一个交代。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帮我解释一下。其实你们口中的女战神就是我。啊！大小姐竟然是女战神！看不出来啊，她就是女战神啊！哎呦，顾婉舟，原来是你。思年，接下来交给你，我去处理点麻烦。007呢？你说那个霸占我身体的穿越女，她死了。你少得意，穿越女不过是我掠夺气运的工具而已。不妨告诉你吧，你这个世界不过就是一本书，而你们就是书里的纸片人。对于我这个修行者来说，你们不过是我修炼的养料，是我成神的垫脚石。你是斗不过我的，你和傅斯年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为什么要针对我和思年？哼，谁让你们是这本书里的男女主啊？只要傅斯年他爱我而抛弃你，我就可以掠夺走这个世界的所有气运，随即这个世界就会崩盘，变成人间炼狱。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会孤独终生，穷困潦倒，对任何的人事物都求之不得，抑郁终生。思年永远不会爱你。我可是神女，怎么可能斗不过纸片人？你为了一己私欲，高高在上的肆意摆布，用我们的幸福成为你们成神的代价。就你这种垃圾，也配称为神？那也是你们的命。那我偏要跟命运斗一斗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和思年的事情应该没有向顾小姐汇报的必要吧？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傅太太。哼，我是思年的秘书，我来取她的重要文件，待会儿还要一起回公司开会。我每天都要跟思年待在一起，傅太太应该不会吃醋吧？叶小姐，这是傅总要的文件。那傅太太就在家里等着傅总回来吧，我可是要跟傅总并肩战斗的女人。欧阳杰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帮我做一份简历。夫人要找工作？随便玩玩。顾小姐，您的简历非常优秀，是我们傅氏集团需要的人才。请问您什么时候能办理入职？现在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叶秘书，他是来应聘你助理职位的。他不合适。可他的简历相当优秀。我看他不爽，明白吗？是。叶秘书在公司可是一人之下，还没进门就得罪了这位，真是。那我现在就带您去办理入职手续。好的。田经理，我正要带顾小姐去办理入职手续。
不用了，这位小姐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。可是顾小姐的简历确实优秀。这件事情我说了算。请问我是哪里不符合？我们内部自有评判。我并不认为我不能胜任你们的工作，如果真的不合适，你们又何必叫我来应聘呢？面试本就是筛选环节，经过面试，我司认为小姐你并不符合我们的工作要求。是你们出尔反尔在先，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，我无法信服。呵呵，可以啊，你要应聘的工作不招了，可以吗？不过为了弥补你白跑一趟，这样我可以给你报销打车费。顾小姐，你还是快走吧。田经理不同意，你注定进不了复试了。哼。副总，夫人到公司了。接她进来。夫人好像遇到点麻烦。你不怕这样有损复试名誉吗？混账！复试也是你能说到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一句话，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。你是在以势压人？从我成为富士集团经理后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小姑娘，我知道年轻嘛，都有整顿职场的抱负，但富士集团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去通知保安，就说有人在富士闹事，将他赶出去。你要把谁赶出去？副总好。田经理，你比我这个总裁还威风啊！不敢，是这位小姐在故意闹事，我正在驱赶。我若真要闹事，就凭你也拦得住？当着副总的面还敢大言不惭？副总的一句话，整个上京都没人敢录用你。你在闹什么？是他们出尔反尔在先，我来应聘，他们突然说不招了，这有损复试的脸面。副总，您和这位小姐认识啊？她是我太太。副总，我不知道，都是叶秘书她。副总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原来是你呀，那这就不奇怪了，毕竟你不做出些下作手段，反而奇怪。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您今天要来应聘的职位是我的助理，对待工作嘛，我向来都是亲力亲为，所以才临时取消掉了您这个应聘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您本人来应聘啊。若是您想要当我的助理的话，我可以给您走后门，安排一下。不用。也是，副总向来不喜欢裙带关系，那不好意思，那您是进不了复试了。就让他当我的私人助理吧。可是公司里根本没有这个职位啊。现在有了，我们去搬东西。好嘞。麻烦了，叶秘书。傅思年，这助理都要做些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用做。那怎么行？我可是要领薪水的，不干活怎么行？你必须得给我安排工作。你给他安排吧。是。夫人，请坐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把这些茶叶的数量数清楚，然后记录下来，就是你的工作。你是让我数茶叶？我觉得很适合你啊。我可是顾家大小姐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？我偷你的，欧阳康。复试要选择一家茶商合作，你从小接触茶道，很擅长这些。我希望你帮我选一下最好的。好吧，正好是我的强项。
进来。副总，您交给我的工作，我都完成了。另外，我想跟您探讨一下最近的工作进展，还请您清场一下没必要的工作人员。不用了，你把这份文件的数据整理一下发给我。副总，这5份文件夹我花了整整5个小时才整理完成，你又给我10份文件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可是这是你作为秘书的本职工作，你要是做不好，就换人了。可是这些工作交给我来做，简直就是大材小用，您交给助理完全就可以了呀。叶秘书，你不是喜欢试试亲力亲为吗？这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。是你自己说不需要助理，所以公司就没有给你预留助理名额。他顾晚舟不是闲着呢吗？让他帮我做不就行了？他很忙。他在忙着喝茶。哎，这副总呀，就是喜欢看我喝茶，当然也喜欢看你叶秘书整理文件。叶秘书，你工作中挑3拣4，可是职场大忌哦。下班之前把这些文件整理好。下班前？那你还不快去？这是公司，收敛一点。哦，该收敛的是您吧，顾总。喂，哦，好的，副总下午会过去的，我会转告副总的。3号的会议时间是明天下午3点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糟了，我还没保存呢！一整天了，根本找不到时间接触傅斯年。我一个神女，凭什么要为这些纸片人工作？就是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擦。别动。哎，你裤子湿了，我帮你换吧。不用。哎呀，没事，我来帮你。我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滚出去！不要脸的顾晚舟，在公司都敢勾引男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。我就是看不惯顾晚舟肆意妄为的样子，思年已经被他害得很惨了，还是执迷不悟。伯母，我实在不想让思年再因为顾晚舟出什么事情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，我自然会帮你的。我是思年的妈妈，我要见你。这件事不要告诉思年。我知道了。谁打来的？没什么，我出去一趟，晚饭就不陪你吃了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遇到麻烦要记得告诉我。放心吧，妈。顾小姐还是叫我伯母吧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之前我也是真心的喜爱你，可是你害了思年，双腿残疾，是我不能容忍的。我要让你离开思年。妈，我会治好思年的。我不信，思年为了你毁了双腿，我不怪你。他作为丈夫理应保护妻儿，可是
你这5年来的所作所为，太令我寒心了。傅家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儿媳妇。我知道思年的脾气，我希望你看在我以前真心待你的份上，主动离开。娇娇怎么会和叶澜依在一起？还敢跑？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怎么，听到顾晚舟的名字就敢反抗了？没用的东西！看来这几年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啊！顾晚舟该死，你也该死！没用的废物！既然你不愿意帮我陷害顾晚舟，那就去死吧！走开吧，娇娇。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收起那些下作手段，不要伤害我身边的人？这贱丫头命可真硬啊！我让她帮我去陷害你，可她次次都反抗。她拒绝一次，我打她一次。5年了，还没有被打死。哼，你明知他有自闭症，还对他下手。我这具身体你随便打，我可不是你们这种第一等的纸片人，我感觉不到疼痛，就算你把我打死了，我照样能活过来。你总不能时时刻刻都盯着他吧？我总会找到机会对他下手的。哼。说，顾小姐，我们查到叶澜依这5年一直在找一个东西，图片已经寄到您家了。另外，我们查到当年害傅4年双腿残疾的大火是叶澜依放的。汇总好证据。是。娇娇，都怪我，都是因为我，叶澜依才会针对你。这个药涂上会很痛，忍着点。他身上的伤有些已经好几年了，没有妥善治疗，所以才留下这么深的疤痕。时间太长，已经无法治疗，我只能帮他治疗最近的新伤。我知道了。娇娇，我不会再让叶澜依伤害你了。顾晚舟，我傅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这样对我！娇娇，娇娇，伯母，这是何意？你还有脸问？我亲眼看着你把我们的娇娇带出去，回来怎么就伤成这个样子？不是你打的，还能有谁啊？你倒打一耙！你放开他！顾晚舟，我知道你记恨我，让你离开4年，但你不该打我的女儿。她从小就跟在你和4年身后，她有自闭症啊，10几年了，她只对你和4年说过话，连我和他爸都没听他开过口。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？这些伤应该都好多年了吧？4年，你还护着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吗？看看你娶的好媳妇，我不过是找她谈谈，你就着急忙慌的回来替她出头，指责你的母亲，她把你的妹妹打成这样，欺心恶毒，手段残忍，你还护着她吗？傅4年，不是我，你信吗？证据确凿，还想狡辩？你就是欺负我们娇娇不会说话呀！傅4年，今日我让你休妻，你愿不愿意？你信我吗？我信。4年，你还护着这个女人？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。不用了，来人，把顾晚舟送到警局。
我要告他故意伤害你的未成年。住手！我还没死呢，傅家可由不得你做主。不是，娇娇，你说话了，你想说什么？伯母，咱们还是赶紧把顾晚舟送进监狱吧。他在这儿，娇娇看到他也会害怕，恐怕会加重病情。没错，不是，顾大，娇娇，我带你回去休息吧。救我！娇娇别怕，告诉顾姐姐，是谁伤害的你？叶南一，伯母，娇娇是个自闭症，她的指控根本就没有可信度。娇娇是自闭，不是傻子，没有证据就是陷害。有一件事儿刚好有证据，进来。5年前新兴工厂那场大火就是你放的，是你害得傅斯年失去了双腿，这是监控视频截图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原来是你这个女人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毁了我儿子的双腿，诬陷我儿媳妇，还打我女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对，是我又怎样？我就是后悔没有早点杀了这个贱货。顾晚舟，今天就算是你赢了，但我也没有输。我们走着瞧。晚舟，妈对不起你，是妈误会你了。以后你们好好的过日子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你们要是有时间啊，多回家看看我啊。思年，我已经买好葡萄酒了，就等着你下厨做大餐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感觉你的腿不太方便。今天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晚舟出什么事了？我就算是拼上之前积攒的所有气运，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晚舟，晚舟，来人，调动我们所有实力，全程摸索，要马上定位顾晚舟的位置。是。这人我就交给你玩了，我费大力气才把你从牢里捞出来，可别让我失望。叶小姐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贱人害我进了监狱，我比你更恨他。拍成视频发到网上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你就瞧好了吧。当你成了残花败柳，我倒要看看傅斯年还会不会要你。先生，我们今天不欢迎客人。今天夫人要掉一根汗毛，你们都得跟着陪葬。顾晚舟，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现在还不是沦为了我的胯下玩物？瞪我，你越瞪我，我就越兴奋。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拖下去喂狗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都是叶澜依让我做的，叶澜依让我做的。叶澜依，这叶澜依一直在找的玉佩，竟然跟我的一模一样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还没睡啊？把牛奶喝了。你足足昏迷了7天，这一出来就立马在书房待了1整天，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怎么会啊？不过我想见见叶澜依。你见他做什么？以他的罪名，得在牢里坐1辈子。哎呀，我就见一面嘛。那也得明天再说。睡觉。你放开我！一群纸片人敢跟我作对，等我回到我的世界，我一定把你们都杀了！你的任务失败了。失败了又怎么样？等我拿到钥匙，我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到时候我还会再回来。你们敢跟我神女作对，真是该死！你说的钥匙是这个吧？给我，这是我的！你真不经骗，轻轻一炸就什么都说出来了。原来这就是你找的钥匙。你拿到钥匙又能怎样？你依旧是不会使用它，我只不过是被这个躯体给限制住，才被你们牵制住。你们敢跟神女作对，等我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我的世界，恢复真身，我看你们如同蝼蚁一般，到时候我捏死你们，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你回不去了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到底在哪里啊？你在找什么？这个吗？对。是一样的，你也有。对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。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。这两个好像还能合起来。是谁？是谁打开了钥匙？我还没有进传送门，是谁打开了钥匙？我要出去！钥匙关闭了，我回不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出去！我还没有出去！不要，我要回去！我们好像成功了。什么意思？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，我应该是怀孕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